大家好，这里是数名锦鲤。上周末，美国德克萨斯州中部地区遭遇暴雨袭击，附近的瓜达卢佩河决堤，引发洪水。至7月8日，该次洪水已经造成95人死亡。在此，我们数名锦鲤对于此次洪灾中不幸遇难的美国庶民致以最诚挚的哀悼。美国德州的这场山洪引发的灾难，不由让我们想到前几天在中国贵州刚刚结束的榕江洪水，同样是因为暴雨引发的山洪。今天我们就用客观数据来比较一下两国面对同样类型的灾难时不同的处置方式吧。既然同样是暴雨引发的山洪，我们就先来比较一下两场暴雨的强度。受热带风暴巴里残留路径影响，7月4日至6日，德州山谷地区出现极端强降雨，最高累计降雨达到约517毫米，短短2-3天内，在部分区域超过500毫米，河水瞬间暴涨8米。而在贵州榕江，从6月18日至24日连续强降雨，全县平均降雨量为319毫米，而局部最强时段和地点单站24小时降雨约300到434毫米，极端小时雨强也达到64毫米每小时，全县累计降水突破600毫米。若仅从极端降雨导致洪灾的气象强度来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天灾角度而言，贵州榕江此次暴雨在降雨总量和持续性极端性上明显强于德州洪灾。德州虽有更高的瞬时雨强，但从灾害形成机制看，榕江更符合持续性极端气候事件特征。而榕江此次洪水是因为区域内强降雨后，多条河流水量暴涨，各条河流的洪峰同时汇集到榕江县城，从而导致河水倒灌淹没榕江县城。请注意，在榕江县城上游的各条河流中均设有防洪堤和分洪区，对于此次暴雨已经实施了逐级预警、梯级泄洪、应急排涝等人工干预手段。实在是雨量太大，才导致了榕江县城被淹。而我们再看美国德州水灾，只是因为一条瓜达卢佩河决堤，就引发了这次洪灾。它完全没有像中国那样密集的分洪水库系统，多数洪水调控依赖河道自然承载能力与城市排涝系统。如果榕江这样持续600毫米，局部单日超400毫米的降雨，集中落在美国德州，可能会造成更广泛的城市内涝、水坝垮塌及交通中断了。再来，我们比较一下两个水灾的死亡人数。榕江水灾官方公布死亡只有6人，而美国德州水灾截止7月8日，官方公布已经死亡95人，其中科尔县75人，特拉维斯县7人，伯内特县4人，肯德尔县6人，汤姆格林县1人，威廉姆森县2人。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此次德州水灾并不像榕江水灾那样集中榕江县，而是全流域的水灾。因此，我们基本可以判定，美国德州在防洪工程系统化预调序与分洪机制以及跨部门强制协调调度机制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是不如中国榕江的。最后，我们来看看两场水灾各自政府投入救援的力量吧。We're providing 18 tactical marine units with boats. We've got 65 CID personnel assigned, over 230 in total, 11 Texas Rangers, 28 from our Special Operations Group, our SWAT guys. In addition to that, we've got 9 helicopters with tactical flight officers. We're providing cell towers and trying to solve the issues with the radio communications and their cell phone communications. 在德州水灾中，分为联邦、州及地方3个层面的救援力量投入，总共约1000多人。而在榕江，武警贵州省总队1000余名官兵紧急驰援，贵州省军区组织2000余名官兵、民兵投入救援，其他各专业抢修、消防、电力保障也分别有数百人携带各种专业设备进入榕江救灾。另外，来自各地的社会救援队伍也积极参与救灾，总计投入2.7万余人，其中县外1.2万余人，
前后参与抢险救灾的来社会啦来啦，及人民子弟官方救援兵真的队伍来啦超70支，包括来自陕西、广东、河南等地的救援队伍。而榕江的县委书记徐博也是亲临一线，指挥领导救灾，也是与人民群众一起送别驰援榕江救灾的人民子弟兵。而我们搜遍美国媒体的救援画面，看到更多的是民众自发的救援行为。各种专业救援队员也是干干净净的参加救援。所以，中美两场水灾中，双方投入救灾的人力和资源相差10倍之巨。当然，在美国媒体上根本看不到像榕江这样含泪送别子弟兵的场景，因为两国的文化和制度差异，即使让美国人演戏，可能都不知道如何演。这就是近期在中美两国爆发的2场洪灾的客观比较。我们不求大家简单的做出孰优孰劣的结论，只希望我们庶民井里的朋友能够从这2场灾难中更加理性客观的认知中美两国在文化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制度和认知，特别是对待生命的不同态度。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